手做服装剩下边角料是常有的事，只是余料时多时少，真的让人头很大。这些布料就像是一个个的考题，既要合理的消化库存，又要在有限的尺寸里编出完整的设计。但是很矛盾的是，这种束手束脚的创作过程反而比常规的先画设计图再备足布料的这种过程更有一种奇怪的成就感。这次呢，我就打算从一些余量比较少的面料开始，这里面有一些其实也不是余料，只是网购的时候因为拿不准它面料的材质质地，然后就购入的很少的面料，现在也就是成了待选项之一。然后选来选去呢，就是最终选中了这一个之前做正装剩下的这个靛蓝色的华达尼。这一块布料现在就大概只剩下1米乘1.5、1.6左右，也就勉勉强强能做一件比较精致的短上衣，或者是一个版型比较节俭的短裙吧。这两个选项呢，我就比较倾向于短裙，但是 who knows， 先画画设计图再说吧。由于面料比较少，发挥的空间很有限，所以最终的设计就决定突出一下纹理，把整体分成了很多个小裁片。上半身的这一点冒险的小设计，我想面料大概率是应该够把它做出来的。那设计稿确定了，接下来就是常规的样衣部分了，刚好也可以提前试验一下到底需要用到多少的面料。还是去踏这个基础版，这是我之前画的一个基础版，然后踏完了以后，在这个基础版的基础上去改设计稿上的版型。设计它这个版型的话，它这一部分上面这一部分它是不对称的，但是下面大部分是对称的，所以现在我就需要把下面的这一个大部分对称的这个裁片先分出来，然后先把这个板打好，再然后踏一遍之后再去把上面这一部分给它修改过来，所以现在开始打下面这一部分。这个版型大致上就打好了，现在就是需要给它做一下样衣，看看有没有什么大的问题需要改的。
片裁好了，就可以开始缝样衣了。这个样衣的整体效果出来以后，我感觉它可能就是这个腰线，我觉得稍微低了一点，我可能会往上给它稍微改一下，就是提高一下腰线。再一个就是这个收边线的话，我是觉得里面这个比较有纹理感，露出来可能会好一点，所以这个裙子的正反我可能要换一下，把里面当成外面，就是这样子反过来一下。这个版型都还没有确定，我就把整个就是边给锁了，所以只能苦苦一顿拆。这条腰线在改版的时候，我大概往上提了有4厘米左右，然后再把和腰线连接的部分去给它修整一下，顺便把这个袖笼口再稍微放大一点。我在做那个样衣的时候，感觉袖笼口也稍微小了一点。关于胸前面的这一部分的设计，我大概在人台上稍微模拟了一下，发现有点繁琐，感觉不加会更好看，也更简洁一点，所以最后我决定就不加这一部分了。到现在为止，这整个样衣就没有什么特别大的问题了，所以就可以开始进入成衣的部分了。但还是要在之前把已经修改好的版型去整理一下，分一下类，把不同位置的裁片用不同颜色的笔去标记一下，然后再重新做一下纸样，因为方便之后使用的话，需要用到好一点的纸。因为中途改了设计，所以还需要把这个设计图再稍微改一下。
这一些都做好以后，就可以把整个就是原版的版型图收起来，开始做成衣了。由于我的桌面不是很够大，所以我把整个都铺在了地上去排一下版，这样子看看这个面料够不够。好在它是够的，中间甚至还多余了一小块。裁完片以后还剩这么多这种碎布块，我打算先用这些先拼一个，用这种针去拼一个小东西先，然后再开始缝。做好了就是用那个裁片裁下来的碎布条做了这样一个发圈，现在可以正式开始做裙子了。还是先从肩带开始做起，因为我怕这个肩带在穿的过程中会给它拉变形，所以中间我加了2条衬条去加固它。在整个衣服缝之前呢，我先缝了一部分，然后试一下这种用白色的线明线缝，这样子的话它这个结构和纹理就更加突出了，比用同色的线效果更好一点。我还蛮喜欢这个效果的，所以接下来整件衣服都会用这种方法去给它缝一下。这一条裙子的版型呢，我是分了很多小片，尤其是在上衣的部分有一点像束胸的那个版型，所以它中间的缝缝我就给它加了2条衬条去加固它，然后增加一下它的硬度，包括说锁边也是这一个目的，因为这样子夹进去的话，就是折进去，它这一条缝缝的硬度又会再稍微增加一个层次。这样子的话会比直接用鱼骨要软一些，用鱼骨的话对于这个面料就有点太过生硬了，所以加固完大概就是这样一个效果，就是硬度是有的，但是又不至于像加了鱼骨那么生硬。
这个下身裙子的部分，我就没有再加衬条去加它的硬度了，就直接正常的去缝就好了。接下来把上身的部分和下身的裙子给它缝到一起，再加一下隐形拉链，基本就完成了。最终完成效果大致就是这个样子。现在就是把内贴边给它固定一下，包括与那个隐形拉链衔接的部分，还有就是下摆的这一些边需要给它收一下。做完这些收尾工作就完成啦。下摆收边的话，我是选择了用手去缝一个就是暗缝，这样子的话，不管是里面还是外面都几乎看不到任何缝线，这样子会更好看一点。还有里面这个内贴边和隐形拉链的衔接部分缝好了，就大功告成喽。